速速带老衲前去查看病患。法海深知事态严重，赶紧随他们一起走到了家中。房间内，一名妇人正躺在床上，面容扭曲，满头虚汗，腹部剧烈抽搐，痛苦不堪。奇怪，法海低声喃喃自语。他检查了女人的脉象，却始终找不到任何生病的迹象，反而更像是中毒的症状。他转向围观的百姓，问道：请问各位施主，你们家中的病患也有类似症状吗？腹痛难忍，虚弱不堪。百姓们纷纷点头：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家的也是这样。怪事！法海眉头紧锁，心中疑惑不已。男人焦急地问：大师，我家娘子到底怎么了？她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？法海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：是中毒。施主，老衲有些冒昧，能否请你告诉我，你家娘子今日可曾吃过什么不寻常的东西？男人显然有些困惑：中毒？我们家素来与人和善，怎么会中毒呢？今天娘子只是有些风寒，胃口差，只喝了些水，并未进食过任何东西。水？法海眉头一皱，突然有了些许的思路。那水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家自己的井水。男人回答道。井水？法海心中一动，马上指示道：施主，你速速去取一碗井水来给我看看。不一会儿，男人急匆匆地拿来了一碗井水，递到法海手中。法海端起水杯，轻轻嗅了嗅，空气中隐约有一种刺鼻的气味。法海的脸色骤然变得凝重，他惊讶地说道：难道是水中被投毒了？围观的百姓们一阵惊慌：大师，你是说井水中有毒？法海还是不敢轻易下结论，于是从水中取了一滴，用手指轻轻碾开。片刻后，他翻开手掌，看到自己的手指竟然发青。百姓们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，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解。水中果然有毒。有人颤抖着说：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这些平民百姓，谁会对我们下这种毒手？男人眼中满是痛苦，紧紧握着法海的衣袖。我们从不与人结仇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恶行？法海皱起了眉头，心中隐隐有了猜测，但还是不敢轻易表露。他暗自思索，这难道与那两股邪恶的妖气有关？那两个妖女，难道他们真开始报复百姓了？他的心头一阵沉重。与此同时，白素贞、彼岸花、叶神月和美杜莎一到药铺，立刻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。掌柜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白素贞连忙上前问道。药店的掌柜有些焦急，向他解释道：姑娘，您如今是小许的妻子，也算是我药铺的人了，老夫这儿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求您帮忙。白素贞眉头一皱：掌柜的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些乡亲们似乎都中了奇毒，我需要给他们煎药解毒，你们快帮老夫按药方抓药煎药。掌柜急切地说。好。白素贞和彼岸花、叶神月立刻动手，开始忙碌起来。然而美杜莎却在一旁有些不解，这些人中毒了，难道不只是运气不好吗？你们又不是神，为什么要帮助这些平民？美杜莎皱皱眉，心里不太理解。她习惯了西域的冷酷，不明白为什么白素贞和彼岸花、叶神月会这么心软。白素贞回头看了美杜莎一眼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：妹妹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难道我们不是神就不能行善了吗？这些人都是鲜活的生命，我们若不出手相助，他们的性命可能就会丧失。美杜莎微微皱眉，虽然仍然不太理解，但看到彼岸花、叶神月和白素贞忙碌的身影，她只能默默地跟了上去。药店掌柜转向美杜莎，急切地指示：小青姑娘，你去后院打些水来，现在他们需要催吐，这样才能解毒。美杜莎心中满是抱怨，嘴角忍不住抽动，但还是无奈地点点头，走向后院。她抓起一桶井水，满脸不耐烦地走到病患们身边，准备给他们灌水。正当她要开始时，忽然被药店掌柜拦住了。等一下！药店掌柜一脸惊慌地看着美杜莎手中的水桶，你这水是从哪里打来的？美杜莎有些愤怒，不是你让我去打水的吗？我刚才去的是庭院中的井。药店掌柜的眼睛突然一亮，他有着丰富的药材经验，对各种气味极为敏感。当他闻到这桶水的气味时，立刻感到不对劲。他急忙放下手中的工作，走过来仔细检查水桶，皱起眉头。然后他伸出手捧起一口水，轻轻尝了一下，呸呸呸！药店掌柜的嘴里发出一阵剧烈的呕吐声。咱们的井水中有剧毒，有人下毒了！下毒了！百姓们纷纷大惊失色，是谁这么阴狠？回春堂的井水在城中的上游。白素贞心头一沉，突然意识到不对，掌柜的，方才有人来过吗？药店掌柜眉头微皱，认真回忆了一下，方才确实有一位年轻和尚匆匆忙忙跑进来，他直接冲到了后院。彼岸花、叶神月瞳孔一缩，心中暗道：啊，刚才顾羽凡前辈为了救我，飞速跑了过来，难道他顺便下了个毒？美杜莎也觉得是有蹊跷，心中生疑，刚才顾羽凡出现过，但之后却没有消息，难道他真的是下毒之人？可是剧本里面并没有这一段。他心头一动，忽然想到，难道这次事件并非剧本中的情节，而是顾羽凡的行为完全无法预测？白素贞的愤怒已经无以复加，年轻和尚难道是法海派来的吗？这个秃驴，他始终不肯放过我和官人吗？顾羽凡心中满是疑惑，没想到这深夜的杭州竟然如此热闹。他回头一看，发现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鼻青脸肿、跌跌撞撞的许仙。唉，顾羽凡愣了一下，然后不慌不忙地说道：阿弥陀佛，上帝保佑，请问施主有何贵干？许仙跑到前去，抬头看着他，不解地问：和尚，阿弥陀佛我还能听懂，上帝保佑是什么意思啊？
顾雨凡嘴角微微上扬，没好气的撇了撇嘴，我的行业特殊，所以信的比较多。后面还有2句哈利路亚和无上真主还没说呢。许仙无奈的摆摆手，喘了口气后说道：你爱信多少是你的事，我管不着，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你师傅？见我师傅干嘛？顾雨凡显得有些疑惑。许仙神色有些尴尬，低声说道：我先前得到了你师傅的救主，可是因为我不相信他，差点丢了性命。现在我前有狼后有虎，总觉得那几个女人要我的命，估计只有你师傅才能救我。顾雨凡默默低头沉思，心中已经开始悄悄向石半夏求助。半夏姐，下面的剧情是什么？许仙应该跟我走吗？顾雨凡听后眉头微微皱起，心情沉重。结果呢？结果，顾雨凡深深叹了口气，看向许仙，心中复杂。若是我带这个男人走，白素贞就要丧命了。许仙见顾雨凡愣神，焦急地问道：怎么了，和尚？你们不是常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吗？我都快死了，你倒是救我呀！看到许仙那副死不悔改的模样，顾雨凡心一狠，冷冷说道：救你可以，但有2个要求，你得答应。要求？许仙转了转眼珠子，表示同意。行，你说吧。顾雨凡露出一丝冷笑。第一个要求，你若想活命，必须得跟随我师傅出家，从此当个和尚，不准再祸害任何一个女性，否则我就把你的行踪告诉那几个女人，让他们日夜兼程的追杀你。许仙愣住了，眼中闪过一丝愤怒，但随即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选择，只好点头。行吧。那第2个呢？顾雨凡的语气更冷。第2个，你必须亲手写一封信，声明出家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不关我师傅或法海的事，并且你要承认你曾玩弄过多少女性，最后说明你根本没有救白素贞，写下你美好的祝愿，祝她另嫁他人，从此一刀两断，彼此安好，再不牵挂。此言一出，许仙与石半夏都愣住了。顾雨凡沉默片刻，语气坚定：半夏姐，听我的，这次我有自己的打算。白素贞若真的为了许仙去拼命，她也不值得为这样的人死。许仙这种人根本不配得到她的爱。许仙思索了半天，忽然笑了出来：和尚，你当我傻吗？你这分明就是绑票啊！如果我写了这封信，你不带我出家，也不保我性命，那我岂不是等着你来害我？那个傻婆娘就算想救我，恐怕也没机会了吧？顾雨凡冷冷一笑，目光如刀：嘿，你还真提醒我了，若你不写这封信，我现在就把你活活打死。许仙从未想过，眼前这个和尚模样的家伙竟然如此心狠手辣，说出活活打死这几个字时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。和尚不，大师。许仙明显有些害怕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？我只是个穷学徒，也没钱。顾雨凡冷冷一笑，其实说实话，这事跟钱无关，我是隔壁英伦村通缉的杀人犯，一到午夜我就出来接客，顺带做点别的，杀人，剖腹。现在英伦村对我出门接客非常忌惮，还给我起了个尊称，开膛手接客。说完，顾雨凡从怀里掏出一把细剑，在空中比划了一下，开膛手接客。许仙愣在原地，看着这个眼神冰冷的和尚，他知道这人说得出做得到。接客大师，您别比划了，我写不就行了吗？许仙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这还差不多。顾雨凡微微点头，快点。许仙答应了，可他又犯了难，深更半夜的去哪里找纸笔？接客大师，在下没带纸笔啊，能不能先让我见一下法海大师，然后再放肆？顾雨凡大喝一声，吓得许仙赶紧闭嘴。你身为个大男人，连这点事都搞不定，没有纸笔，我陪你去买，去偷，去抢，实在不行就割破你的手指，写在衣服上。顾雨凡冷冷地看着他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是吧？许仙瑟瑟发抖，点了点头。此时，美杜莎推开药铺的门，手里提着一桶水，立刻把水泼了出去，一边骂着：不是说好侍女要做的事我都不用做吗？结果现在又是在给别人打杂。正打算回去，忽然听到角落里有动静，戈尔公这边过来。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，美杜莎的双眼泛起金光，朝暗处一看，只见顾雨凡顶着大光头站在那里，朝他挥手。顾雨凡，美杜莎放下水桶，走过去：怎么了？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顾雨凡坏笑着从腰间掏出一个钱坤袋，你把这个给白素贞，再告诉她一句话，说这里面就是一切的起因和许仙的以后，她看了就明白了。美杜莎接过钱坤袋，挂在腰上，点了点头。那你怎么不亲自给她？美杜莎问。白素贞不是很喜欢我，怕她问东问西的。顾雨凡说道。这个东西还是你交给她最合适。哦。美杜莎微微点了点头。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？戈尔公。顾雨凡注意到美杜莎的表情，是不是有点累了？放心，这个传说快结束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真的？美杜莎扬眉问。当然。顾雨凡点头。只要把这个乾坤袋交给白素贞，一切就结束了。美杜莎心情复杂，虽然有些疲惫，想结束这个传说，但又有些犹豫。如果传说结束了，顾雨凡是不是就不再需要自己了？那他还留在华夏做什么？他几次张口想说些什么，最终却又闭上了嘴，复杂的表情掩不住内心的矛盾。没事吧，戈尔公？顾雨凡看着他。没事。美杜莎苦笑了一下。我们早点把这事了结吧。告别了顾雨凡，美杜莎慢慢走回药铺，店内依然忙碌着。妹妹，你去哪儿了？白素贞急忙问。我这忙不过来了，快来帮忙。美杜莎刚准备走过去，却停了下来，说道：
姐姐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白素贞愣了愣，拿起毛巾擦着手走了过来。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妹妹，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僧侣，他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，说这里面是一切的起因和许仙的以后，你看了就明白了。美杜莎从腰间拿出乾坤袋，递给白素贞。白素贞一愣，年轻的僧侣，你是说那个法海的徒弟？美杜莎点点头。白素贞赶紧接过乾坤袋。美杜莎心中疑惑，顾羽凡给的东西怎么和他收藏的那朵红色蘑菇一模一样？白素贞静静地看着这朵蘑菇，心里更是一团乱麻。这时，药店掌柜忽然看到这一幕，大喊一声：“小心！”掌柜赶紧上前，用毛巾包住自己的手，小心翼翼地捡起蘑菇。药店掌柜看着蘑菇，回头惊恐地看向白素贞：“姑娘，这蘑菇从哪儿来的？”一个老和尚给我的，法号叫做法海。白素贞皱眉道。掌柜脸色变了：“法海大师，这蘑菇不能乱碰，表面含有剧毒，舔上一点，命就没了。”啊！白素贞惊讶地问：“可是那和尚还告诉我，这就是一切的起因和许仙的以后。”掌柜困惑地看了他一眼，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一切的起因难道是法海投毒？难怪城里有很多人中毒。许仙的以后，糟了，他怕是想杀许仙。”百姓们听到这话，纷纷愣住，百姓们互相交换着眼神。果然如此。白素贞看着那些蘑菇，心里冷哼一声，果然如此。他走出门外，身后跟着一群百姓，想问法海为什么在井中投毒，而法海的身后也跟着一群百姓，他们反而想问这毒水怎么从回春堂流出来。法海面色严峻，直视白素贞说道：“老衲本不想为难你们，可你们竟然残害百姓，如何能让我心安理得做事不理？”白素贞冷笑道：“你这秃驴少在那儿血口喷人！我和妹妹整夜治病救人，未曾歇息分毫，哪有害人之心？可你一次次拆散我与官人，究竟居心何在？”法海皱了皱眉头，气得眼睛都快冒火了。这事和许仙有啥关系？我拆散你们，实在是为你们好，根本没什么私心，而你们却在这儿散播毒气，害得杭州城的百姓生灵涂炭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！笑话！如果我真想毒害全城百姓，怎么会整夜忙着救治他们？法海满脸怒色：“你们开的可是医馆，越多病人来，银钱自然就多，这点浅显的道理，难道还需要我教你？你们姐妹俩根本是在以人命为代价换取银钱，恶行至极，胡说八道！”白素贞气得浑身发抖，分明是你投毒害人，想要栽赃到我头上。两人言辞激烈，谁才是说真话的？但不管如何，他们都能感受到两人言语中的浓烈敌意。法海原本是出家人，一心向善，但如今竟然被无端栽赃，心头的怒火无法抑制。白素贞也终于意识到，世界并非每个人都像曾经救过自己的恩人那样纯善。两人都极其愤怒，如果不顾周围的百姓，他们早就打起来了。美杜莎站在一旁，尴尬地挪了挪脚步，暗自叹口气，自己没想到带回的那几个蘑菇竟然这么毒。明明只是觉得它们看起来有点像西域的红色蘑菇，结果不幸成了祸根。他的小心思被打破了，心里暗自发誓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事儿是他的错。他不想面子扫地，更不想回去跟奶奶解释。顾羽凡，你到底给了美杜莎大帝什么？石半夏好奇地问顾羽凡，你没看到吗？是许仙的口供。这下白素贞就知道他根本没被许仙救，所有事情就能顺利结束。什么毒蘑菇？顾羽凡皱了皱眉，怎么会是毒蘑菇？顾羽凡懵了，思索了一下，我怎么不记得这封信里有毒蘑菇啊？接客大师，许仙赶紧跑到顾羽凡跟前，紧张地问：“信到了吗？能带我去见法海大师吗？”顾羽凡脸色微变，法海和白素贞正在僵持中，他可不能带许仙去打扰那场对峙。我现在有点乱，先别烦我。顾羽凡不耐烦地挥了挥手。许仙顿时惊恐地看着他：“你不会反悔吧？我都照你说的做了，要是你现在反悔，岂不是太不讲道理了？”顾羽凡瞪了他一眼：“你也不撒泡镜子看看自己，真想杀你我还用这么麻烦？撒泡镜子？”许仙吓得一句话都说不清了。许仙，你先回西街客栈等着，我有点事要处理，等事情解决了，我和法海一起去找你。顾羽凡赶紧让他离开，许仙只能疑惑地离开，而顾羽凡则急忙往回春堂奔去。顾羽凡跑了几步，忽然看到远处天际燃起了火光，仿佛有法斗正在展开。他立刻使用钟离春之力，快速飞奔向火光处。半夏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们怎么因为一朵毒蘑菇开始打起来？顾羽凡在飞奔途中一边问石半夏。在前方，法海与白素贞的斗法已经开始。法海，你休想伤我家官人！白素贞怒声喊道，随即掐诀施法，数个水球猛地飞向法海。老衲何时伤了你家官人的性命？倒是你们，不许伤害城中的百姓！法海一挥袈裟，袈裟瞬间燃烧起熊熊火焰，热量把白素贞的水球直接蒸发成蒸汽。白素贞一惊，她的水法竟然被火焰压制。白蛇，你的法力不敌我，赶紧停手！法海一边施法一边冷笑。就在这时，美杜莎从远处飞速赶来，见到白素贞被围困，急得不行。哦，法海扭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墨绿色的身影如流星般撞了过来。僧侣，你想做什么？美杜莎喝道，手中三叉戟直指法海。如果你想斗，我奉陪到底。法海皱眉。
向空中抛去，金光闪烁，化作一道光柱照向美杜莎。可美杜莎岂是等闲之辈？看到金波投射下来的金光，猛地一跃，法海迅速出手，袈裟飞回来挡住了攻击。美杜莎微微一皱眉，收回三叉戟，举起圆盾。战争的力量随着他的法术发动，圆盾猛地增大。美杜莎冷冷一笑：“法海，你隐藏的力量果然不小，看来我得好好考考你了。”法海沉着脸，心中暗道：这蛇妖果然不是简单角色，若不是怕伤到百姓，早就动手了。美杜莎再次握紧三叉戟，整个人泛起一层幽蓝的光芒，似乎整个天地都被他的气场压制。他猛地一声大喝：“海洋的力量！”顿时，一股巨大的漩涡，法海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这蛇妖居然还能修行水属性法术，他可从未遇到过如此棘手的对手。然而，就在他思索应对之策时，眼前的蛇妖背后突然幻化出了一只怪物。美杜莎冷笑道：“地狱三头犬，火焰的力量。”三道炽热的火焰如同脱缰的猛兽一般从外面射出来。法海面色一变，惊愕不已。水与火这两种属性怎么可能同时由同一个人掌握？他连忙心知若是继续待在地面上，轰然落下。雷霆的力量！法海大惊失色，急忙召回金波，举到空中迎接这道雷电。一声巨响，金波被雷霆劈得粉碎，法海被巨大的震荡力击飞，摔得四处翻滚，直到尽力控制住自己的身形，才终于停了下来。美杜莎似乎并不满足，大地的力量。瞬间，法海的身体仿佛被千钧巨石压住，沉重无比。他的双腿几乎承受不住这股巨大的压力，坠地，几乎无法动弹。就在此时，白素贞突然飞身而至，将美杜莎挡在了法海身前。妹妹，不可！白素贞低声说道，眼神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然。我们给他一点教训就足够了，不可伤人性命。白素贞的语气坚决。我不明白，既然这场争斗如此激烈，那么结束的方式不应该是死吗？美杜莎不解地看着白素贞，显然她心中的战斗观念并没有被改变。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谁胜谁负又有什么重要的？白素贞摇了摇头，轻声说道：“妹妹，我们并不是为了分个输赢，只是为了证明我们的清白。”这一句话仿佛让法海猛地顿住了，他一时间有些懵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白素贞缓缓向法海走近，面容从容，语气却无比坚定：“老和尚，今天你冤枉我，侮辱我，我都不在乎，只希望你明白，但我们没有这么做，你也不是恶人，只希望你能停手。”法海的眉头微微皱起，这番话让他不禁生出几分疑虑。白蛇，你当真没有下毒？法海的声音略带迟疑。老和尚，如果我真想下毒，又怎么可能投在自家的井里，还留下把柄？法海的眉头紧锁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老衲并未投毒。老和尚，白素贞忽然说道，你说你没有下毒，但为何有人看到你的徒弟慌慌张张进入了药铺的后院呢？这又作何解释？实不相瞒，老衲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见到法海了。似乎有些无奈，不过法海心地纯良，一心向善，根本不可能做出下毒的事。话虽如此，但法海自己心中也在暗暗纠结，他越来越觉得这件事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更大的阴谋。当两人讨论的时候，美杜莎再也忍不住了，这要是再聊下去，大家把话说开，不就破案了吗？低声说道，夏明姐姐，先不要纠结下毒的事了，你忘了许仙吗？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？白素贞猛地一愣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重要的事。法海听后脸上露出了彻底的茫然。白蛇，老衲是和尚，不是算命先生，哪里知道许仙的以后？这一句话如同一根针刺进了白素贞的心，她的眼神逐渐变得深邃，她眉头一皱，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法海念了一句阿弥陀佛，慢悠悠地说，也罢，施主，不过老衲发誓并未见过你家官人，如果有幸遇见他，定会送他回去与你团聚。此时一直躲在暗处观察的顾一凡蹑手蹑脚钻进后院，半夏姐，快帮我看看这蘑菇有啥来头。昆仑山，顾一凡摸了摸下巴，看来投毒的果然是美杜莎，但细想之下，他又觉得不太对劲，除非……顾一凡眼睛一亮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下毒。他脑子一转，很快理出了头绪，算了，随他去吧。顾一凡把毒蘑菇随手扔到一旁，转身加入了解毒大军。药店掌柜还豪气的将所有剩余解药倒进了井里，说是免费中和毒性，救济百姓。看到大家平安无事，老衲心中甚慰。法海长舒了一口气，与诸位同仁共救苍生，实乃我佛之幸，老衲就此告辞了。他说完，还特地向药店掌柜深深一鞠躬。掌柜大慈大悲，老衲回金山寺后，每日诵经10次为您祈福，真不敢劳您费心。法海点头致意，然后缓缓离开。就在他刚走到巷口时，身后传来白素贞的声音，大师请留步。法海转身说道，施主莫要再送，你我缘尽于此，也希望施主日后得道成仙。放心，老衲若遇到许仙，定让他早日归来与你相伴。法海郑重保证道。两人互相行礼，挥手送别。法海转过巷口，发现顾雨凡正靠在墙边，笑得像只偷腥的猫。慈恩，你这一夜跑哪去了？法海惊讶道，我去救人了呀。顾雨凡挠了挠头，嬉皮笑脸的答道，救人？法海叹了口气，哎，
也是，仅凭一个小药店，确实就不下这么多人。师傅，别感慨了，我有个好消息。顾宇凡神秘兮兮地说道。哦，什么好消息？跟我来。顾宇凡拉着法海一路跑回客栈，一推门，发现许仙正坐在屋里，悠闲地喝着茶。你……法海愣住了，许施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法海大师！许仙一见法海，立马抱住他的腿，哭诉道：“您可回来了，救命啊！”法海转头看向顾宇凡，疑惑地问：“慈恩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消息？”当然了，这个渣男终于良心发现，决定放下俗世纠葛，随您去金山寺当和尚了。顾宇凡一脸得意地说：“什么？”法海瞪大了眼：“这怎么行？我不是答应白素贞让他们夫妻团聚的吗？师傅啊，您忍心看这家伙祸害人间吗？”顾宇凡一脸严肃。法海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：“罢了，此事让我再考虑一下。”顾宇凡冷笑一声，转头对许仙说：“别想跑了，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师傅的徒孙。你这孙子听明白了吗？”许仙吓得连连点头，哪里敢再多嘴。慈恩，不可乱来。法海一脸为难地说道：“老衲已经答应了白蛇，若见到许仙施主，定会让他们夫妻团圆。如今却要将他带回金山寺，这不是言而无信吗？”夫妻团圆？顾宇凡气得瞪大了眼：“师傅，那白姑娘的底细您不是不知道，她是什么人，您比谁都清楚。真忍心让他们夫妻团圆？”法海犹豫不决，双眼微微眯起，似乎陷入了深思。“师傅，我不骗您，我可是认识在回春堂打工的小丫头。你知道这许仙怎么欺负她的吗？”顾宇凡瞪着眼，一副要揭露惊天秘密的样子。法海听了，转头看向顾宇凡：“那位女施主，她怎么了？”顾宇凡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即用夸张到离谱的语气添油加醋地编出了一段丧尽天良的故事。许仙几次想开口反驳，但看到顾宇凡那杀气腾腾的眼神，又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。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法海震惊地问道。“这许施主他……师傅，我敢当着他的面撒谎吗？”顾宇凡瞟了一眼许仙，挑了挑眉。法海回头看向许仙，见他低头不语，神色中透着复杂。“师傅，现在不仅是白姑娘想摆脱许仙，连他自己也恨不得早早脱身。万一他自己动了歪心思，结果岂不是一发不可收拾？”法海的眉头越皱越紧，仿佛在思索什么天大的难题。顾宇凡趁机加了一把火：“我们把他带回金山寺，不仅能断了这段孽缘，还能救下这个妖，救天下女性于水火呀！”法海沉默片刻，最终慈恩，你言之有理，将许施主带回金山寺落发为僧，也算是对他与白姑娘二人都有交代了。白蛇善良通达，总会明白老衲的良苦用心。师傅英明！顾宇凡高兴得差点拍手叫好，这样白姑娘终于安全了。顾宇凡松了口气，暗暗想着，自己曾在西域救过一条青蛇，如今再救一条白蛇。三人迅速收拾行装，准备前往金山寺。师傅，这么远的路，要走上几天吧？顾宇凡一边往包袱里塞东西，一边问道。慈恩，你在取笑老衲吗？咱们驾驭袈裟飞行，片刻即至，哪里用得着走上几天？法海眉头一挑，语气中带了点无奈。顾宇凡顿时愣住，原来我们是骑袈裟来的。他挠了挠头，尴尬地笑道：“师傅，我就随口一问。”三人出了客栈，法海却没有立即御起袈裟，而是先朝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走去。他解释道：“这里人多眼杂，若施展法术，恐怕会惊扰百姓。”顾宇凡闻言不禁翻了个白眼，昨晚跟白姑娘打得天崩地裂的时候，怎么没见您考虑过会惊扰凡人？然而他们没走出多远，就被一群百姓团团围住。“您是不是要走了？我们特意来送您一程。”顾宇凡目瞪口呆，仿佛眼前的场景是从电视剧里直接搬出来的。百姓们七嘴八舌的道谢，并不停地往法海怀里塞礼物。老和尚顿时手忙脚乱，几乎不知所措。“各位施主，老衲是出家人，救死扶伤乃分内之事，不求回报的。大师，您就收下吧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”顾宇凡在旁边冷眼旁观，刚想调侃几句，却忽然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似乎漏掉了一个关键问题。顾宇凡瞬间警觉，糟了！只见法海朝百姓们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这位许施主已决定皈依佛门，即刻随老衲前往金山寺剃度为僧。”顾宇凡当场黑了脸，完了，消息传出去，白姑娘肯定立刻追来。顾宇凡一把拉起法海和许仙，急匆匆地往城外跑。“慈恩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法海满脸疑惑。“师傅，您实在太掉以轻心了。本来你可以无声，这下白蛇肯定会追来。你是说那白蛇会来阻拦？我不好说，但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。总之，快走吧。”白素贞听闻后，气得咬牙切齿，真是可恶！那个和尚居然敢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从中作梗，把我家官人拐到金山寺。这次我绝不会再手软。这时，美杜莎正坐在角落翻看一份用古老语言写成的剧本。他看到剧本最后一章的标题时，眉头紧皱，喃喃道：“洪水淹没金山寺。”翻译成这样，谁看得懂？到底是哪个糊涂蛋弄的？他把剧本一合，转头正好看到白素贞怒气冲冲地走过来。“妹妹，我忍不了了，我要亲自去把许仙带回来。”白素贞语气坚定，眼神里透着一丝急切。“带回来？”美杜莎一脸迷惑，她不是去当僧侣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带回来？“妹妹，
你有所不知，许仙一旦出了家，我和他就再无可能了。白素贞解释道。奇怪，美杜莎若有所思，出家不是学魔法吗？和结不结婚有什么关系？魔法？白素贞一愣，感觉和美杜莎的沟通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。叶神月一边玩算盘，一边随口提议：水漫金山寺。白素贞一听，顿时吓了一跳。阿月，你太天真了，金山寺地势险峻，周围全是高山，我一个人哪能让洪水淹了它？当然做不到。白素贞叹气道：我虽然修炼了水属性法术，但顶多能操控些许水汽，要淹没一座山，这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就在此时，美杜莎终于开口了：姐姐，阿月的意思是，你们这边的传说大概需要这个场面，也就是说，你确实应该淹了那座山。白素贞满头雾水，可是我根本没有这种实力啊。那座山叫什么名字？美杜莎突然严肃起来。金山。白素贞下意识地回答。金山，金子做成的山。美杜莎挑眉，若有所思，那上面是不是还有个寺庙，还有一群僧侣？对，法海正带着许仙去那里。我明白了。美杜莎突然站了起来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兴奋。洪水淹没金山寺，这次终于有我的用武之地了。白素贞和叶神月愣住了，完全不明白美杜莎为何如此兴奋。姐姐，你不必担心。美杜莎挥了挥手，转而从虚空中取出一柄蓝光闪耀的三叉戟。有我在，这座金山必定淹得连一片瓦片都不剩。妹妹，你真的能做到？白素贞又惊又喜。哼，我要是早看懂那糟糕的翻译，早就解决了。美杜莎冷哼一声，双眼闪过一抹寒光。白素贞虽然没完全理解，但小青如此说了，肯定不会欺骗自己。此刻也顾不上深究了，他看着美杜莎手中的三叉戟，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拜托妹妹出手了。顾羽凡三人坐在法海的袈裟上，像传令一样飞快地赶往金山寺。路上，顾羽凡一直在询问石半夏接下来的情节，脸色有些沉重。完全一致。顾羽凡点了点头。你的意思是，白素贞要带着一大堆海水、湖水、江水杀过来？顾羽凡点了点头。也对，美杜莎毕竟有海神三叉戟，虽然戈尔宫帮了大忙，但如果真的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法术对决，我和阿月可能要小心了。白素贞这么狠，10万虾兵蟹将把法海一个人围起来踹，这么厉害，居然还没赢。顾羽凡顿时懵了，接下来居然是20万人的战场。不对啊，半夏姐，法海又不是西王母，怎么能召唤出10万天兵天将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回到寺庙，顾羽凡来不及和任何人打招呼，把许仙关进一座高塔，然后立刻让法海准备抗洪物资。慈恩，你说的那些沙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法海疑惑地问。师父，与其问这些，倒不如赶紧让师兄弟们开始准备，马上大洪水就要来了。法海虽然非常不解，但看到慈恩紧张的样子，自己也开始有些焦虑，赶忙下令全寺僧人开始搜寻布袋，把沙子装满。光有布袋不够，师父，让所有师兄弟们拆掉被褥，也装满沙子。啊！法海有些犹豫。慈恩，虽然为师相信你，但拆了被褥，今后咋过？如果挡不住，他们连以后都没有了。顾羽凡急迫地说道。对了，师父，你是不是跟天兵天将有交情？赶紧让他们准备准备，时机一到就该下凡了。慈恩，你是发烧了吗？法海皱眉，为师只是个普通修仙者，怎么认识天兵天将？就算认识，他们又会听我的召唤。和我想的一样，没事了。顾羽凡叹了口气，真要动手，美杜莎不太可能伤到自己，可10万虾兵蟹将呢？忽然，他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什么。既然法海无法召唤天兵天将，美杜莎能召唤10万虾兵蟹将吗？这似乎不太对劲。这时，一个小和尚急匆匆跑来，冲着顾羽凡说道：慈恩师兄，沙袋都准备好了，放哪里？顾羽凡思考了一下，觉得还是按计划准备抗洪物资吧，把沙袋堆到门口，所有房间的门口、寺院的门口，还有许仙所在的高塔的门口，确保水不会轻易进来。众僧人匆忙搬运沙袋。这时，法海皱眉，他四下张望，只有远处雾气迷蒙，什么也看不清。顾羽凡也听到了声音，跑到寺庙门口，向远处望去，远处忽然起了一层大雾，十分怪异。来了，顾羽凡严肃说道。终于，远处的雾气逐渐清晰。法海愣了一下，大吼：何人扰我金山寺？青色身影手持海蓝色武器，指引着海水的方向。随着一声大喝传来：吾乃小青大帝，命你速速释放我的姐夫。顾羽凡一眼看去，果然是小青大帝和白素贞，这两个身影在100米高的海浪上如神话般站立。不过海浪的底部还有一个黑影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彼岸花叶神月，正骑着奇形怪状的荷叶紧跟其后。我去！顾羽凡心里暗自嘀咕，真是胆大包天，这姑娘哪里有那么多好奇心，哪怕是身处危境也不忘凑热闹。师父，你真的不认识天兵天将吗？顾羽凡忍不住又问。为师是真的不认识。法海显得有些无奈，难掩心头的焦虑。他心里嘀咕，这样威力巨大的法术，不会是大罗金仙出手了吧？师父，先应付那2条蛇吧，理论上他们不会赢你，
但记得千万别伤了他们。顾羽凡看了看远处的白素贞和美杜莎，语气沉重。法海点了点头，似懂非懂。话音未落，转头一看，慈恩却消失了。顾羽凡迅速飞下山，眼看着美杜莎在海浪中前行，忽然被他发现，收起三叉戟，海浪也随之停止。那个年轻和尚怎么会来这里？白素贞眉头一皱，语气有些不悦：“妹妹，别管他，咱们直接冲过去。”白素贞不耐烦地开口：“等等。”美杜莎略带冷静：“我记得他是小青的恩人。”“好吧，那就等他跑路之后再解决法海。”白素贞叹了口气，似乎决定放过顾羽凡。顾羽凡跑出二人的视线后，心里松了口气，但突然他飞身跳上了彼岸花叶神月的荷叶。“你来了。”顾羽凡二话不说，挥手敲了一下他的头：“阿月，你就这脑袋，不管多危险的地方都想凑热闹，你真是胆子大的可以啊！”天哪！顾羽凡捂住脸，心想自己这回真是没救了。对了，好像有声音从水里传出来。声音？顾羽凡低头看着水面，果然有一些身影浮现。正当他准备看得更清楚时，猛地跳出水面，吓得两人一跳。我靠！顾羽凡差点被吓飞了，四下看了看，发现自己跑不了了。水域到处都是，虾头怪四周打量了一下，眼神落在顾羽凡和彼岸花叶神月身上。哥们儿，什么情况？虾头怪问道。什么情况？你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说，你们两个妖怪怎么这么有气势？是不是有问题？虾头怪一边抓着虾头，一边自言自语。顾羽凡顿时愣住，差点笑出声来。你是不是妖？与我有啥关系？话音刚落，一只螃蟹从水中冒了出来。顾羽凡瞬间明白，这俩不就是传说中的虾兵蟹将吗？虾头怪撇了撇嘴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看，肯定出大事了，上面说不清楚的，快让我们去前面看看。”螃蟹怪摇摇头：“刚才我就说了，龙王令一出，没得说，只有四海龙王联合发令，才有资格调动这么多海水。”顾羽凡一时有些明悟，原来这些虾兵蟹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，心中一动，灵机一闪，他决定施展一招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一脸认真地说道：“其实这次的出兵利害关系复杂，知道的太少反而会造成麻烦，知道的多了也不一定好。你们可以问，但不问也没事。我要是能让你们明白，当然最好；若不明白，也不用假装懂。我说的，你们懂了吗？”一只虾头怪终于忍不住戳了戳旁边的同伴，低声问：“兄弟，你懂了吗？”顾羽凡大喊：“我说的都说完了，要懂的赶紧去吧。先别管这些，半夏姐，我有个问题，10万天兵天将到底是谁调遣的？”“明白了，他住在哪儿？”顾羽凡急切地问。顾羽凡坏笑着，伸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小小的传送门。传送门的另一边正坐着一个英姿飒爽的中年人，显然是李靖。顾羽凡低下头，凑近传送门，吸了口气，大声喊道：“龙宫造反了！”李靖一愣，立刻警觉地抬起头。顾羽凡迅速关闭了传送门。李靖四下张望，神情慌张，却并未找到声音的来源。就在他焦急时，手下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传来了情报：10万虾兵蟹将正在朝金山寺进发。可这怎么回事？龙王令怎么颁布的？海水为何涌动？李靖疑惑不已。李靖沉思片刻，忽然喊道：“召集天兵天将，立刻下凡！”来不及申请天尊令了。李靖心中焦虑，决心采取行动，召集4大天王，带上本命法宝去向西王母禀明。如果他同意出兵，立即带法宝下凡与我会合；如果他怪罪，可直接击碎本王的本命法宝，本王便会生死报销。平日里无人知晓，尽管千里眼早已告诉众人，此次没有天尊令，事出紧急，为救苍生，将军私自调遣。但10万天兵天将依然齐聚云端，几乎覆盖了天际。他们穿上了盔甲，像列阵的长枪一样，密密麻麻地站在天云之上。李靖检视了一遍，挥起天云旗，带领这支大军下凡。天空顿时五色灵气和法宝的光辉交织闪烁。虽然天兵天将忠诚于李靖，但他们此时依旧不清楚这场战斗的敌人究竟是谁。而在金山寺的虾兵蟹将们看到天上的战况后，也不禁心生震撼。特别是螃蟹怪看着眼前浩大的阵仗，冷笑一声：“金山寺是出了魔吗？连天兵天将都来了，加上我们，这可是整整20万人。”顾羽凡并没有露出明显的表情，他的话语低沉且神秘：“看来我说了那么多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啊？哥们儿，啥意思？”虾头怪和螃蟹副将一头雾水地看着顾羽凡。李靖造反了。顾羽凡语气含糊，却意味深长：“这么机密的事情，现场告诉你们才合适，快去通知全体虾兵蟹将，准备迎战。敌人正是李靖。”“啥？李靖造反？”螃蟹副将震惊得几乎失声，他赶紧去传递消息。其他虾兵蟹将也纷纷四散，将消息扩散开来。金山寺门前的海浪终于停歇，虾兵蟹将们整装待发。寺中的和尚们哪里见过这种阵势，他们大惊失色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美杜莎和白素贞也看到了天空中的天兵天将。白素贞疑惑地问：“妹妹，那些人是不是天兵天将？怎么会是他们来支援？”“不可能。”美杜莎摇了摇头：“如果是我召唤的守卫，绝不会穿这么多衣服。”就在这时，美杜莎突然吹响号角，响彻云霄。
唤起了所有虾兵蟹将的战意，纷争开始。水柱天兵天将的队伍立刻紧张起来，李靖急忙下令速速列阵。尽管天兵天将的修为普遍高于虾兵蟹将，但面对着汹涌的水柱，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各个法宝护体准备迎接挑战。与此同时，天上的李靖已经决定亲自下场，他迅速挥舞起天王旗，率领众天兵俯冲而下，准备迎战。虾兵蟹将毫不示弱，与天兵天将迎接一场激烈的冲撞。妹妹，你早知道这里会有天兵天将，所以才换来虾兵蟹将？白素贞见状问道。美杜莎眯了眯眼睛，只能答道：姐姐，赶紧先抢回许仙。法海和白素贞之间的对抗变得愈发激烈，白素贞化水为龙，猛力冲向法海，而法海则通过佛法召唤金佛的幻影与他展开对抗。这一幕被远在高塔上的许仙看在眼里，他心中更是怒火中烧，不由得喊道：喂，你这臭婆娘，快给我滚，我再也不要你了。虽然声音被海浪淹没，但白素贞显然听出了些许关切，她立刻答道：官人不用担心，我收拾完了法海就来找你。与此同时，顾羽凡也赶到了寺庙，见到了许仙。许仙回过头来对顾羽凡说：啊，你这和尚实在太狡猾了，我都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那个白素贞还要来杀我，这是为何啊？顾羽凡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俗话说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看来你实在是做了太多亏心事了。你以为这世上的人都像你一样内心肮脏吗？许仙不明白，自己才刚逃离杭州城没多久，白素贞就如此声势地杀了过来，不是要自己的命那是什么？而在天上，碰撞让整个战场陷入混乱。美杜莎与法海较量依然持续，法海念动佛经，幻化身形，出现一个巨大的金佛幻影。此佛伸出一只手掌，如泰山压顶般轰向美杜莎，看着遮蔽了半个天空的手掌，美杜莎立刻大喊一声：泰坦的力量！话罢，他整个人的身形不断放大，俨然是一个巨人，与那佛像的体型相差无几。两个巨大的身影各自伸出手掌，对撞在了一起。两位巨大的身影不断地使出各自的神通，在众多天兵天将和虾兵蟹将之间激烈碰撞，此地仿佛已经化作了众神战场。而远处的传说管理局，哪吒和杨戬看着战场的一幕，眉头紧锁。老杨，你看那个大佛的幻影，面熟不？哪吒疑惑地说道。是的，这佛像的气息与季青云使用的招式相似。杨戬答道。但黑佛究竟是什么？这谜团依然未解。顾羽凡早已意识到，这场战斗简直是神仙打架。雷霆土块和树叶像刀剑般挥舞，每一阵震动都崩塌。战场中央，两个巨大的身影激烈交锋，打得天昏地暗。每次碰撞都仿佛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爆发出来，稍不留神就会成为牺牲品。好家伙，这场面可真是够疯狂的。顾羽凡心里咒骂着，焦急地四下张望，思考着如何脱身。虽然按照传说的安排，他已将10万虾兵蟹将和10万天兵天将引入了战场，然而眼前的混乱局面让他不禁疑惑，龙宫和李靖是否能全身而退？不行，这样下去谁都得遭殃。他心中焦虑，急忙转身对彼岸花叶神月道：阿月，务必看住许仙，绝不能让他逃了。知道了。彼岸花叶神月坚定地点点头，眼神中透出一丝不屑。显然许仙已经察觉到月丫头并不像他表面上那般简单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忽然传来慈恩的尖叫：师父，救命啊！法海愣了一下，转过身时看到慈恩身陷险境，随即变化出庞大的身形，怒视着顾羽凡：慈恩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妖女对你动手了？顾羽凡大喊道：不是，是2个外国和尚突然出现，大骂如来佛祖，还威胁要把你打死。法海震惊，眉头一皱：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顾羽凡焦急地说道，同时拉起美杜莎和彼岸花叶神月。事态危急，我一会儿开个传送门，先送你们走。好。美杜莎点了点头，显然也知道当前形势不容乐观。咦？彼岸花叶神月一愣，转向美杜莎：戈尔宫姐姐，你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？我们不能走啊，走了顾羽凡前辈怎么办？顾羽凡忍不住轻敲了一下彼岸花叶神月的头，笑道：阿月，你可得向戈尔宫学习点，电视剧里总有这种桥段，非要留在乱战中，最后成了累赘。你走不走？走了你也能保住性命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样真的行吗？彼岸花叶神月一时有些犹豫。行，但不要着急，等个好时机。顾羽凡的眼神变得沉重，他知道，如果这些操作员一直追击过来，他们的计划将会完全打乱。法海此时已经使出一记巨掌，向那2个陌生的男人打了下去。2个男人毫不畏惧，哥哥冷静地说道：本来以为没有问题，没想到还是出了意外。难道我们真的要和法海对战吗？弟弟的眼中闪过一丝冷笑，右手瞬间变得巨大，直接迎向法海的攻击。顾羽凡心头一紧，四下观察寻找逃脱的机会，却发现许仙竟然不见了。我靠，许仙呢？顾羽凡心跳加速，
焦急地大喊：“阿月，明明交代了让你看住许仙，怎么回事？”彼岸花叶神月也吓了一跳：“啊，刚才我忙着查看你的伤势，竟然没注意他，这一走神，怎么就没了？”白素贞此时注意到法海转身去攻其他敌人，自己也没有再纠缠，在山边寻找许仙的踪迹。没过多久，他终于在山坡下找到了许仙。许仙背对着他，正在想着如何下海逃脱。他没有船，而且对海中的奇异生物感到些许忌惮。此时几只虾兵蟹将注意到许仙正准备下海，纷纷上前盘问，然而还未开口，白素贞已如风一般飞到，出现在许仙面前。虾兵蟹将认出了他，纷纷退后。白素贞紧张地冲许仙喊道：“官人，快过来，我来救你！”许仙看着他，脸色忽然一变：“你给我滚！再过来一步，我就杀了你！”白素贞愣住了，许仙居然对自己这么说，他稍微迟疑，才意识到这话并不是针对他，而是对周围的虾兵蟹将说的：“虾兵蟹将，放开我家官人！”白素贞怒喝一声，凭借强大的妖力震退了周围的海妖，保护住了许仙。“官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来救你了。”白素贞焦急地问，眼睛不停地扫视周围，警惕任何可能的危险。然而许仙只是盯着他，面色愈发冷峻，牙齿紧咬，低声威胁：“白素贞，我就躲着你，你还这么纠缠不休，今天的下场你自找的。”说完，他猛地将一把锋利的柴刀插进白素贞的腰部，刀锋冷冽，直接切入。白素贞的眼神一僵，脑海一片空白，身体开始发软。她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人曾经说过那么多深情的誓言，竟然会如此狠心。“官人！”白素贞低声喊道，眼中流露出痛苦与不解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许仙第一次见到自己就说过许多深情的话语，那些都是假的吗？他与自己成亲，那是假的吗？许仙不由得后退几步，眼睛脸上写满了震惊。“天哪，你真的是一条大白蛇！”白素贞一愣，眉头微挑，难以置信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我还以为你只是一半是蛇，结果你整个人都变成了大白蛇，你这是想把我吓死吗？谁还敢和你同房啊？”许仙手指直指他，脸色变得难看。白素贞苦笑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：“你说的对，原来我就是一条大白蛇。”他的话语带着一丝戏谑，随即一阵寒风吹过，整个人完全变成了蛇形，身体延展至10丈长，冰冷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他。“哈哈哈，你竟然才知道，原来你救下的是一条大白蛇。”他想起了第一次与许仙相遇的情景，那个男人口口声声说救下的是一个姑娘，从未提过她是白蛇。他的心情愈发冷酷，似乎所有的信任都变得脆弱不堪。他蓦然转身，沉浸在这份失望与背叛之中，低声叹道：“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”在这一刻，他意识到自己付出的所有真心，换来的不过是无情的背叛。迅速染红了海面。许仙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，却只是在心底咒骂道：“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，死妖精！”然而许仙心中没有预料到的是，白素贞并非凡人，无法被他轻易伤害。他的身体本应坚不可摧，但他依旧不知何时用误打误撞的方式将柴刀插入了他的要害。顾雨凡在旁边偷偷观察着局势，他注意到法海与那两兄弟正在乱斗，一时间无法分心。他悄悄开启了一个传送门，带着彼岸花叶神月迅速转移。与此同时，8大阴差也迅速站位，准备保护彼岸花叶神月。突然，顾雨凡伸出手示意：“戈尔公，轮到你了。”美杜莎正准备跟随，却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安的预感。他停下了脚步，回头望向远方。“怎么了？”顾雨凡问道。美杜莎摸着自己胸口的位置，语气有些迷茫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心脏好像突然猛跳了一下。顾雨凡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那里并没有斗法的声音，周围一片平静。“顾雨凡，我不能走，我得去看看，姐姐可能出了事。”“你说的是白素贞？”顾雨凡有些狐疑地看着他，心里满是疑问。法海正被牵制住，难道还有人能伤到他？此时，在海中，一条白蛇，周围的海妖们都畏惧地后退，没人敢接近他。这条白蛇曾经出手对付过他们，如今不知道是敌是友。就在此时，一条翠绿色的水蛇从一群海妖中探出头来，好奇地打量着大白蛇。“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有其他蛇妖？”这条翠绿色的水蛇困惑地自语。刚刚从师门溜出，跳进海水后，就发现一切似乎被某种力量牵引，接着跌跌撞撞跟随其他海妖来到了这里。见到这条巨大的白蛇，他心生好奇，由近观察，却发现白蛇背部的7寸处正插着一柄柴刀。打蛇打7寸，果然狠毒。翠绿色的小蛇心里暗想，随即咬住柴刀，用力往后拉。然而白素贞被痛醒，微微睁开眼睛，看到这条翠蛇正奋力拔出刀子。“小蛇，你还是走吧，别再浪费力气了，我心已死，不值得救我。”“我不行，姐姐。”翠绿色的小蛇摇了摇头，“我原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条会说话的蛇妖，看到你，我一定要让你活下来，和我作伴也好。”白素贞看着翠蛇清澈的眼睛，心中一阵触动。曾经她也曾像这条小蛇一样天真无忧，如今经历了1000年，
他真的要为一个骗子放弃自己的生命吗？他不禁想到了外面还在战斗的妹妹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躲藏，必须站出来。妹妹，他低声喃喃。翠蛇吃了一惊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？白素贞没有回答，慢慢化作人形，从腰间拔出那柄沾满血的柴刀。小绿蛇，外面有危险，留在这里不许出去。话音未落，而起，带着鲜血飞身而出。翠蛇不满地笑了笑，心想自己怎么可能听话呢？白蛇和青蛇的战斗进行到一半时，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法海凝视四周，阶段许多仙人已受伤，不少法宝也被毁掉，场面乱。法海心中充满了痛惜，不行，我必须阻止这场灾难。法海自言自语，突然抓住一名天兵，急切地问道：“老衲乃金山寺法海，敢问引领天兵的是哪位上仙？”天兵眉头一挑，看到法海只是个普通和尚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答道：“本次号令天兵的是托塔天王李靖，大师有何事要禀告？”仙家急需通报天王，事关重大。法海焦急道。天兵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，跟我来。两人飞身而起，迅速升至天兵阵后。白素贞紧紧捂住伤口，空中盘旋，心中疑惑。刚才那法海变化成巨大的身影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身后跟着一条绿色的小蛇，显得颇为悠闲。与此同时，美杜莎带着顾雨凡在四处寻找白素贞，内心不禁有些不安，暗自祈祷白素贞不要真出事。她其实也是个不幸的女人。很快，美杜莎便发现远处的白素贞，姐姐。美杜莎激动喊道。白素贞刚欲回应，腹部却传来一阵剧痛，忍不住停住了话语。美杜莎赶紧跑过去扶住她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“我没事，别提了。”顾雨凡仔细查看了白素贞的伤口，震惊道：“是刀伤，是那个男人做的？”美杜莎冷冷地问：“嗯。”白素贞低头，轻轻点头：“算了，这也算是一刀两断了。”美杜莎愤愤不平：“就是说他欺骗你，抛弃你，还想置你于死地。我……”白素贞欲辩解，却发现自己无法否认。他将所有的真心交给他，结果却差点丧命。顾雨凡的脸色变得阴沉，拳头紧握。就在这时，白素贞身后突然窜出一条翠绿色的小蛇，他盯着美杜莎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哇哇哇！顾雨凡和美杜莎同时一愣，疑惑地看着小蛇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是谁？”小蛇突然飞到美杜莎的胳膊上，亲昵地摩擦着：“姐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是一位法力强大的青绿蛇妖。”美杜莎皱了皱眉：“那又怎样？”小蛇激动地说道：“我崇拜你。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像你一样强大。”几人都感到有些烦躁，并没有理会这突如其来的小蛇。顾雨凡，我要去杀了许仙。美杜莎冷声说道。白素贞一愣：“啊不行！”顾雨凡叹了口气，语气坚定：“一定要让他得死的痛苦些。”去吧。美杜莎没有多说，立刻开始寻找许仙。传说管理局的成员们都大吃一惊，这剧情发展有些不对劲。顾雨凡，石半夏怒吼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对不起，半夏姐。”顾雨凡紧紧咬住牙关，看着白素贞被血染红的衣裳，说道：“你们自己看，这个许仙还算人吗？我以为白素贞和他结婚能改变一切，可是呢，我们一走，一切又都崩塌了。”石半夏哑口无言，沉默片刻，叹了口气。虽然他做的太过分，但他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啊，那又怎样？顾雨凡冷笑：“传说中的人物就能免于死罪吗？”他冷酷无情：“我们就该袖手旁观吗？”白素贞也同样是传说中的人物，要不是命大，他早就死了。这次问题出在许仙身上。白蛇的故事能继续进行，但许仙这种人不该存在。石半夏无奈的叹息：“顾雨凡说的确实有道理，但他深知作为传说管理局的一员，他们的责任是确保传说的顺利进行。”半夏姐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赌局吗？顾雨凡突然问道。“我跟你赌，许仙死了之后，传说依然会继续。”什么？石半夏惊愕不已，传说的男主角死了，传说还能完成？不久后，美杜莎飞回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搞定了。”顾雨凡看了他一眼，看到他身上一点血迹都没有，问道：“他死得惨吗？”“他还没死。”美杜莎冷笑：“我把他的下半身变成了石像，现在他动弹不得，迟早会被饿死。”缠在美杜莎胳膊上的小蛇欢快地叫道：“姐姐太厉害了，刚才真是帅呆了。”顾雨凡点了点头，满意的说道：“很好。”李靖愕然，急忙大吼：“大师，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“是真的。”法海无奈叹道：“天王，这一切都是那条青蛇的妖法引起的。如果不是他召唤了虾兵蟹将，又怎会导致你带着天兵下凡？”李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急忙回头对顺风耳说道：“立刻联系四海龙王，看看他们是否还在龙宫。如果是的话，让他们过来收兵。”千里眼收到命令，迅速退到一旁传音：“我现在就去降服那只青蛇。”李靖说完，又问道：“魔家四将回来了没有？我的本命法宝还在他们那里。”回天王还没有。李靖眉头紧皱，
思考片刻后，知道若没有宝塔，自己难以镇压那只青蛇。千里眼，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适合借用的宝塔。李靖只能选择就地取材，借用凡间的宝塔。千里眼睁开双眼，横扫四周后报告：回天王，最近的吉日月之精华的宝塔就在杭州城的雷峰塔。雷峰塔，好。李靖冷冷一笑，伸手指向杭州方向。不久，一座巨大的宝塔便飞了过来，逐渐缩小，最终稳稳地落在李靖的手中。大师，告知本王，哪位是青蛇？李靖望向下方，看到那位身着墨绿色衣裙的女子，正显眼地站在那儿。法海指着她说道：“天王，那位就是青蛇。”李靖点点头，手中一阵迅速变大，向着美杜莎压去。美杜莎和其他人都急忙避开，然而这宝塔似乎锁定了他，无论如何都闪躲不开。就在宝塔即将落下时，白素贞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，大喊：“妹妹小心！”美杜莎和她身上的小蛇同时大叫：“姐姐不要！”但白素贞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，她在最后一刻用力把美杜莎和小蛇推飞出去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雷霆狠狠地砸在地上，尘土散去，白素贞被压在了塔下。美杜莎和她怀中的小蛇都睁大了眼睛，心中不禁涌起同样的想法：这个姐姐居然为了救我们而牺牲了自己，该死的家伙！美杜莎愣了一会儿，眼中怒火喷涌出，左手一挥，变出一面巨大圆盾，狠狠地撞在塔身上。该死，快把他放出来！雷峰塔似乎受到了某种强大的法力加持，尽管美杜莎撞了好几下，却依然岿然不动。没有人可以从我这里夺走东西，把他放出来！顾羽凡默默注视着这一幕，自己明明亲手结束了许仙的生命，可为何故事的剧情竟然还在继续？看来这次的赌局……美杜莎手臂上的翠绿色小蛇见状，瞪大了眼睛，瞬间变成一个约莫15、16岁的少女。她开始快速念起咒语，向雷峰塔释放法术。顾羽凡看着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小姑娘，心中一阵疑惑，仔细地打量着她的面容，又瞄了瞄她那一身翠绿色的衣服。难道……顾羽凡一愣，不会吧，你这破塔，快把白蛇姐姐放出来！绿衣少女怒吼着，抽出一条翠绿色纱巾，狠狠击打在塔上。顾羽凡的眉头微挑，这小姑娘如果真是他的妹妹青蛇的话，年纪也未免太小了吧？正当雷峰塔即将无法支撑，眼看要彻底碎裂时，塔身却猛地缩小，瞬间变得像个巴掌大小。咦？美杜莎和绿衣少女一愣，只见那座塔像受到某种召唤一般，稳稳落入一个男子的手中。那男子披着战甲，面色冷峻，气场强大，低头俯视着众人。是他。美杜莎眼中寒光一闪，这下有的好看了。美杜莎一眼就认出那手持宝塔的男子是曾经被他打败过的人。他记得当时他初到华夏神域时，这人带着4个奇怪的壮汉阻拦他，而他那时轻松就打败了他。如今再碰上，想必不成问题。他正准备飞身而上，却被顾羽凡一把拽住。戈尔公，够了！传说结束了，结束了！美杜莎咬紧牙关，不行，我要把那个女人救出来，她会出来的。顾羽凡低声说道，目光转向了身旁那位穿翠绿色衣衫的少女。不过放她出来的不是你，而是绿衣少女。愣了一下，困惑地问：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认识那位白蛇姐姐吗？她现在有危险，你们不去救她。顾羽凡微微一笑，深深看了她一眼。如果我们不去，你准备怎么办？绿衣少女气得跺了跺脚。你们不去，我去。话音未落，飞身而起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敢以一己之力挑战众神？顾羽凡看着他那瘦小的背影，忍不住笑了笑。戈尔公，放心吧，真正关心白素贞的人已经出现了。美杜莎依然不解，而顾羽凡也没有打算为此解释。他打开了一道传送门，轻轻一推，美杜莎就被送了进去。他刚一落地，黑无常便迅速冲上来，开始为他进行回魂。顾羽凡抬头望去，只见那翠绿色的少女在天兵天将中犹如猛虎下山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显得异常熟练。虽然年纪小，但她的武技却深不可测，显然是师出名门。奇怪的是，每当法海准备出手制服她时，李靖总是会及时出手拦住她。半夏姐，叫我回去吧。顾羽凡轻声说道。正在准备，稍等片刻。石半夏的语气带着一丝低落。怎么了，半夏姐？顾羽凡察觉到她的变化，温柔地问。我没事。石半夏低声说。只是这次的传说偏离了太多，心里有些不安。是啊，顾羽凡也叹了口气。我原本以为只要忍一忍，传说就能顺利结束，但那个许仙……不，顾羽凡，不能全怪你。石半夏停顿了一下，缓缓开口：你说的对，白素贞与许仙的故事，注定不是那种可歌可泣的爱情，结果早已注定。可是半夏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次，传说就要完成了。石半夏惊讶地看着顾羽凡，什么意思？顾羽凡走向战场中央，眼神坚定。他沉思片刻，低声问道：半夏姐，孩子呢？孩子？石半夏愣了一下，什么孩子？白素贞和许仙的孩子啊？顾羽凡笑着说道。你不觉得这个传说好像少了点什么吗？少了。石半夏似乎被点醒了。按理说
许仙应该和白素贞有个孩子，许世林。我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里就有。许世林长大后会和小青一起去救白素贞。你之前也说过，这次斗法是因为白素贞在水中产子，才导致失败的。石半夏的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这次的传说已经完全乱掉了。若没有孩子，似乎也没什么不对。不，顾羽凡摇头，该发生的因已经发生了，但结局的果却迟迟未显。难道白素贞和许仙从未同房？石半夏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之前的剧情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中闪现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没有断桥相会，也没有游湖借伞，白素贞和许仙第一次见面就直接成婚，这样的开头正常吗？现在所有的剧情似乎都被传说管理局精心操控，与他们本人无关。所以半夏姐，现在还不急着召我回去。顾羽凡一边走向山顶，一边说道：你要做什么？石半夏有些迷惑，完全无法猜透顾羽凡的意图。我要带你去看一切的答案。顾羽凡加快了步伐，目标直指山顶。只有站在山顶，才能清晰地看到天上的斗法。一切的真相即将浮出水面。法海再次被李靖拦住，脸色愈加阴沉。天王，为何一直不让我杀这个妖女？李靖脸色略显为难，他看着法海说：大师是有隐情，不能伤了这位姑娘。隐情？法海冷笑一声，难道这就是你出兵的理由？李靖的神情有些复杂，此人是骊山老母的亲传弟子，若伤他，不仅仅是妖类的恩怨，连西王母也难以交代。法海怒火中烧，骊山老母的真传弟子是命，我金山寺的僧人就不是命了吗？如今寺内被大水淹没，几百人丢了性命，难道我不能报仇？顾羽凡站在山顶看着这一切，此时此刻法海的气势与传说中记载的一模一样。李靖有些不悦，说道：今天这个姑娘确实不能被你杀死，里面牵扯到太多关系了，若真出了事情，连西王母也无法给骊山老母交代。哈哈，笑话。法海冷笑一声，整个人已经完全癫狂。老衲曾经错信了那两个妖怪，使得我金山寺生灵涂炭，从此我与妖类势不两立，这个妖女今天必须得死。李靖忍不住愤怒地笑了：大师，你作为一个凡人，还未修成仙体，居然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，本王已经对你宽容多次了，希望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法海此时已完全不顾一切，怒喝道：李天王，要么你现在就杀了老衲，要么就让老衲杀了这个妖女，今天必须有个了结。顾羽凡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有些无奈，整件事情和那个少女本来没有关系，他却动了杀心，如今完全符合传说中那个义愤填膺的模样。大师，本王不和你纠缠了，劝你趁早离去，你已经犯了大忌，佛心恐怕难以保全。李靖淡然说道。法海听完李靖的话，面不改色，掏出了自己的袈裟法宝。气势汹汹，老衲已经不在乎佛心，只想要个公道。你们这些仙人一群一群的保护妖怪，却把我们凡人放在眼里，妖不除，却在乎自己的面子。我不信任何人，只信我自己。说罢，法海运起法力，竟然冲着李靖直接飞扑过去。李靖站着一动不动，旁边的千里眼一个飞踢，正好接住了法海的袈裟。天王，您稍微回避，交给我来对付这个疯和尚。千里眼一脚踢开法海，冷声说道。李靖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他是个苦命人，但今天我得为他留点面子。就在这时，四个身影从远处飞驰而来。顾羽凡仔细一看，四位龙王气派十足，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焦急和慌乱。完了完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中一位龙王着急地说道：敖广啊，敖广，我早就提醒你了，酒楼之事不靠谱，结果耽误了这么多大事。敖润，你这话不对，当时我问过你，你也答应了呀。老四，别忘了你刚才输了投壶，还欠我20块零食，回去记得结清，有命活下来的话我一定给你。另一位龙王嘴上虽然不爽，但气氛却也有些轻松。四海龙王赶到，李靖赶忙上前微微行礼，见过四海龙王。四位龙王摆手示意不必客气。为首的龙王开口：李天王，怎么回事？西王母知道这个事了吗？李靖犹豫了一下，只能老实回答：应该知道了，我早派魔家四将去通报了，只是不知道为何还没回信。哎呀，一位看起来较年轻的龙王突然叫道：我明白了，今天是瑶池玉，西王母带着仙女们在瑶池沐浴，魔家四将肯定进不去啊。顾羽凡嘴角微微抽搐，看向那位龙王，苦笑道：大猫，你从宋朝就开始这么悠闲了吗？李靖点了点头，怪不得，按照魔家四将的速度，他们应该早就见到西王母了，果然是被拦在外面。四海龙王中的一位转动眼珠，开口道：李靖，今天你欠我一个人情，应该还了吧？李靖心里一紧，知道他指的是三太子的事情，于是赶忙赔罪。东海龙王，关于我犬子误杀令郎之事，我这个做父亲的……东海龙王摆手不让他多说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李靖，你也知道，我们之间的恩怨该一笔勾销了。李靖心中松了一口气，知道得罪四海龙王是很麻烦的，况且东海龙王一直耿耿于怀三太子的事，这回能还清人情最是好不过。顺风耳在哪儿？李靖大声叫道：属下在。顺风耳应声飞来，快给魔家四将传音。
让他们封锁消息，打道回府。是。顺风耳立刻飞走，四海龙王带着水势缓缓撤去。战场上的仙妖纷纷停手，原本的争斗在混乱中开始，也在疑问中结束。大家心中充满疑虑，但由于阶级差距太大，没人敢去问李靖或者龙王。顾羽凡看着逐渐停下来的战斗，忍不住笑了笑。如今唯一还在斗法的是法海和千里眼。李靖刚想喝住千里眼，发现手中的灯塔剧烈晃动。真正的答案，顾羽凡低声喃喃道。李靖猛地一愣，看到手中的雷峰塔剧烈震动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手里的不是七宝玲珑塔，而是雷峰塔。白素贞的妖气如此强大，塔身已经开始承受不住了，眼看他要破塔而出，糟了！李靖皱起眉头，心中一紧，破塔而出倒是小事，可若是损坏了杭州城的建筑，就不好交代了。他一咬牙，主动撤去法力，让白素贞现身。白素贞挣脱束缚，破塔而出。他落地后疑惑地看了李靖一眼，李靖也没有为难他，毕竟谁会轻易得罪一只千年蛇妖？尤其他与骊山老母的弟子关系不浅。你……白素贞开口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与其在这里和我纠缠，不如趁那和尚还没反应过来，带着你的妹妹赶紧逃走。李靖一挥手，话中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：妹妹。白素贞转头一看，看到远处那个气喘吁吁的少女，显然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，显得有些疲惫。她为了你拼了命，本王也不再留你们了，快走吧。李靖低声说道。白素贞有些不解，但她感受到周围的变化，迅速做出决断。她目光一转，看到远处的少女孤零零地站在那儿，她冲李靖微微点头，然后飞速飞到绿衣少女身旁。妹妹，咱们走。白蛇姐姐，你出来了。绿衣少女一见到她，喜上眉梢。没错，要不是你替我拼命，我恐怕早就被困在雷峰塔里。白素贞感激地说道。顾羽凡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微微一笑，果然白素贞从未被雷峰塔压住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没有缠子。顾羽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半夏姐，召我回去吧，顺便安排另一轮降临，另一次降临。石半夏有些惊讶。没错。顾羽凡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这一次戈尔公和我还会再降临一次。说来也奇怪，顾羽凡离开传说后并没有收到传说失败的提示，而是显示了一个大大的进行中字样，仿佛一切都没什么问题，甚至还有种未完待续的意味。按照顾羽凡的指示，石半夏开始在屏幕上疯狂快进，像是翻阅一本厚重的历史书，寻找那个正确的时间点。他皱眉盯着屏幕，不确定地问顾羽凡：真的没问题吗？只要白素贞出现在断桥，就能启动我们的第二次降临吗？顾羽凡舒舒服服地躺在传送仪器里，叼着一根还没来得及吃完的牛奶糖，懒洋洋地应道：是的，反正你就当作是大自然的安排好了。就这样，20年后的断桥上，白素贞和她那个总是跟着她的绿衣姑娘终于出现了。就是这里了，半夏姐，咱们可以开始了。顾羽凡拍拍旁边的戈尔公：准备好了吗？戈尔公把头巾拉得更紧，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只能从他隐约可见的双眼中看到一丝迷茫。准备好了，但是我真的不明白，咱们这么做的意义究竟在哪？顾羽凡轻轻一笑：没啥意义，纯粹就是想为这段乱七八糟的传说画上个完美的句号。美杜莎轻声叹气，慢慢摸出一个小物件，真是完全没头绪。这时，远处的白素贞和她的绿衣姑娘小青已经走到了断桥上，正低声交谈。小青，你还记得我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字吗？白素贞回头微笑，眼中带着一丝回忆。记得，你说这是为了纪念那个青绿色的姐姐。小青点点头，又不解地问：这和断桥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和她就是在这断桥附近相遇的，我们几天的时间情深意重，几乎成了生死之交。白素贞的语气中有点哀伤，不过现在连她的消息都没有，心里实在难受。每次来这里都会想起她。话刚说完，突然一个人从背后撞了她一下，她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神秘的斗篷人背对着她，墨绿色的眼睛从缝隙中一闪而过。她愣了一下，那眼神好像在哪见过。那人没有停留，匆匆离开。白素贞心里一阵空白，似乎记起了什么，但又什么都没能抓住。姐姐，那人掉了东西。小青一眼看到地上有个信封，拾起来递给白素贞，信封上写着几个字：许仙的口供。白素贞低头看着那封信，这个信件一定要交给他。虽然许仙早已不在人世，但这封信无论如何得让白素贞亲自收到。随着雨滴轻轻拍打在地面，白素贞叹了一口气，恍然间失了神。她拿起信封，轻轻一握，信纸瞬间化成了灰烬，随雨水流入了西湖的水底。就让这一切都随风而去吧。白素贞喃喃自语。她和小青站在桥上，静静地望着远方，任细雨洒落，仿佛能洗净心头的忧虑。突然，一只油纸伞出现在他们身后，温柔地挡住了雨水。白素贞和小青同时愣住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站在背后，手里拿着伞，脸色尴尬得像红烧肉。两位姑娘，这雨下的不轻，怕你们会着凉，请用伞吧。男孩结巴着，一边递伞一边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。白素贞眨了眨眼，那张脸和许仙有点相似，但又有些不同。
一时他有些迷惑，你是？啊！小伙子一听，立刻脸红得像个西红柿。我在下姓许，名轩，我实在不应该这么唐突，打扰二位姑娘，伞借给你们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先走了。话音未落，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雨幕中，留下白素贞和小青两个人面面相觑。姐姐，你认识那人吗？许轩，小青疑惑地问。白素贞若有所思，似乎认识，又好像不认识。顾雨凡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，心中忍不住冷笑，真是巧合，原来那个许仙变成了许轩，他都敢自称轩，有意思。他转过头对美杜莎说：“好吧，回去吧。”